趙麗穎從琉璃到青鹿的淬煉之路，一個演員的自我進化史。在中國當代電視劇的發展史上，趙麗穎是一個極具研究價值的案例。她既不是科班出身，也沒有行業背景加持，她的面孔不符合多年來內娛對女主的傳統定義，更無早年流量時代的強勢資源。然而，就是這樣一個被無數偏見包圍的女孩，在10餘年的熒幕歷程中，以一種近乎倔強的方式完成了從小花到實力派的跨越。回望趙麗穎的職業軌跡，你很難用爆紅機遇之類的詞去概括。相反，她的存在更像一粒頑強的種子，在並不肥沃的土地裡，通過一次次淬煉與自我雕刻，最終開出了屬於自己的花。她的演藝旅途也因此具備了某種象徵意義。它不僅關乎個人成功，更關乎行業審美的鬆動與認知邊界的擴大。本文嘗試從作者的視角，對趙麗穎的破局、蛻變、重建3條主線進行系統性分析，梳理她在不同階段的創作路徑與角色演繹方式，探討她為何能在競爭激烈、審美快速迭代的影視圈中，持續走出一條厚積薄發、穩健向上的演繹之路。1. 起於琉璃的光亮，從邊緣化角色中尋找突破口。趙麗穎最初為公眾熟知，是在《新還珠格格》中飾演晴兒。那一年，她的形象清新溫婉，頗有琉璃般的純粹質感，但角色本身並非契合，也不足以支撐一個演員的全面曝光。許多人以為她會就此徘徊在配角區域，並且實話說，當時的許多從業者對她的評價也十分現實：圓臉，不夠主流審美，沒有強烈的主角香。然而，正是這些被認為不夠好的特質，反而在後續成為她差異化魅力的重要基礎。趙麗穎早期的熒幕氣質具有一種天然親和力，她不依靠精緻鋒利的面部線條來塑造角色，而是依靠細微到位的表情、情緒反應與極強的鏡頭適配能力。她的表演有一種不矯飾的真實，這種真實在她後來多部作品中成為穩定輸出的核心武器。但要真正完成從邊緣到中心的躍遷，她還需要一個足以承載她能量的角色，這個契機便是陸貞傳奇。陸貞傳奇從配角到女主的第一次自我證明。陸貞傳奇不僅是趙麗穎第一次真正意義上的大女主戲，也是她職業路徑的重要拐點。陸貞的勵志性與趙麗穎自身的互文性。陸貞的故事是從困境中逆流而上的典型勵志敘事，出身官商家庭卻遭遇命運翻覆，從宮女一路晉升為女香。這樣的角色對表演者的要求並不在於外形，而在於如何把握角色的成長線與韌性。趙麗穎恰恰具備這種韌性，她把陸貞的倔強、聰慧與忍耐表現得乾淨而克制，從眼神到語氣都透露着越挫越勇的力量。這種氣質與她現實中的職業處境極為相似，兩者都在以自己的方式打破既有偏見，突破既定邊界。演技的可控度與情緒的穩定性，在陸貞傳奇中，趙麗穎的表演成熟度首次被廣泛注意。她能精準處理角色從卑微到堅毅的情緒遞進。她不依賴誇張表達，而是使用細膩的表演方式，讓人物更加可信、可感。從此，趙麗穎開始真正意義上獲得行業認可。她的名字第一次被放在可以扛劇的演員行列中。3花千骨，頂流地位的奠基之作，也是演技跨度的試金石。如果說陸貞傳奇讓趙麗穎成為主角，那麼花千骨則讓她躋身國民級流量。花千骨的角色極具挑戰性，一個女孩從天真爛漫到為愛成魔，這不是簡單的情緒切換，而是一條複雜且需要強大控制力的情感軌道。3段式表演結構，從純真到瘋狂。
趙麗穎通過細緻的表演，完成了角色的3段式轉變：前期清澈、善良，帶着點笨拙的可愛；中期執着、隱忍，深陷愛意卻不自知；後期黑化、痛苦、爆發又克制。尤其在黑化階段，趙麗穎沒有選擇常見的狠、冷、惡套路，而是用壓抑的微表情和複雜的眼神，讓觀眾能夠看到角色內心深處仍保留的一絲純粹。這種內斂式黑化非常考驗功力，也因此賦予角色更強的合理性與感染力。情緒力度與節奏掌控能力的躍升，花千骨的情緒爆發多而密，稍有處理不當就會顯得用力過度，但趙麗穎通過精準的節奏控制，避免了這種風險。這段創作經歷也成為她演技進化的重要里程碑。《楚喬傳》體能與情緒的雙重突破，奠定堅韌的動作戲標誌。《楚喬傳》被許多人認為是趙麗穎的極限作品。這一階段的她，不僅要演，還要打；不僅要呈現角色的悲歡離合，還要展示其身為戰士的力量與意志。強度極高的動作戲，身體先於情緒表達。趙麗穎在拍攝期間瘦身8斤，親自完成大量高難度動作，踢腿、翻身、揮劍、搏殺，每一個動作都要求力量、速度和精準度統一。她不是靠替身，而是靠自身完成角色的戰鬥感。在熒幕上，一個演員的動作氣場往往比台詞更能呈現角色的生命力。《楚喬傳》中的趙麗穎做到了這一點，她的每一次出手都乾淨利落，每一次對峙都力量充沛，情緒演繹深度的進一步成熟。楚喬不僅是一個舞者，更是一個歷經磨難，心中仍存善念的女性英雄。趙麗穎用極具層次感的眼神演繹了楚喬在命運壓迫下的掙扎、堅定和破局慾望，使角色形象更具史詩感。武之否，複雜角色的巔峰呈現，細膩到極致的生活流演技。盛明蘭是趙麗穎迄今最複雜、最具深度的一個角色。這個角色的魅力不來自情緒爆發，而來自藏與忍。表演方式從外放轉向內斂，趙麗穎通過眼神的微妙變化、姿態的輕微收放、聲線的柔和調整、情緒的潛流表達，精準呈現了明蘭在深宅大院中如何自保、如何看人、如何應對人情世故的複雜智慧，不同人物關係中的多面性處理。面對祖母，如沐、依賴、柔軟；面對父親，恭敬中帶疏離；面對姐妹，溫順外表下的邊界感；面對小公爺，朦朧情愫與理智決斷；面對顧廷燁，從試探到信任的情感進化。趙麗穎用高度生活化的演技完成了深宅成長史的呈現，使明蘭的成長軌跡更具現實質感。6幸福到萬家風吹半夏，從古裝偶像到現實主義的全面轉型。趙麗穎的真正2次突破，並不是來自古裝，而是來自現實主義。幸福到萬家，生活化表演能力的大考。扮演農村女子和幸福，趙麗穎必須完全脫離明星光環，將表演重心轉向日常生活細節。她演出了農村女性的樸實、樸素而倔強的正義感，面對不公平時的堅持，為改變命運所做的努力。這種表演無痕卻有力，正是現實主義創作追求的境界。風吹半夏，塑造商業女性的力量與複雜度。許半夏是一個極具時代象徵意義的角色，白手起家，敢闖敢拼，情義並重。趙麗穎通過極強的情緒控制，把90年代女企業家的銳氣、果斷與脆弱全部融合其中。她的演繹讓角色既不被符號化，也不被臉譜化，而是一個在時代洪流中真實存在的女性。趙麗穎為何能夠持續向上？
從行業角度的綜合分析。作為一個研究對象，趙麗穎的成功具有高度可分析性，角色選擇的精準度，她幾乎每一次轉型都選對了作品，從勵志仙俠動作宅鬥現實主義，呈現出極強的戰略眼光，演技路線的漸進式進化。她沒有急躁跳級，而是隨着經驗增長不斷擴展自己的表演邊界。動作戲、情感戲、心理戲、群像戲，她都經歷過系統磨練，心態穩定，創造力持續輸出。趙麗穎有極強的自我驅動力，她不依賴流量標籤，而是依靠作品積累行業口碑。這一點使她在娛樂圈的浮躁環境中顯得尤為稀缺。接地氣的熒幕特質，她的表演方式、氣質和臉孔都具備強烈的親民性。這種貼近普通人的魅力，使她在觀眾中的代入感極強，極少受到審美疲勞的影響。8. 從琉璃到青露，趙麗穎的成長寓意。琉璃象徵出生的清澈光芒，青露象徵經歷風霜後的通透與堅韌。趙麗穎的演藝之路就是這樣一條從稚嫩走向成熟，從透明走向深刻的自我淬煉之路。她證明了，審美不是絕對的，它會因真實與努力而被說服。演員不是被命定的，而是被不斷選擇與自我塑造的。成功不需要背景，但一定需要韌性、耐心與持續精進。他的故事也映照出一個更廣泛的行業趨勢：中國影視正在從顏值優先向實力優先轉型，而趙麗穎正是這一時代變化的重要象徵之一。結語：成長永無止境，路途永在腳下。趙麗穎從不是天選之人，她屬於那些靠一點一滴打磨，在風雨裡堅持，在質疑中前行的演員。從琉璃到青露，從少女氣到成熟度，從古裝到現實，她完成了一場漫長而堅定的自我進化，而她的路還遠未走到終點。正如她在角色中一次次呈現的那樣，真正的演員永遠在成長，永遠在路上。